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41.41，收盘价是433.4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47.80，最低价是在422.2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037.24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下影线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开盘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冲高之后即开始了一路下跌。那下方呢，一直是到422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从日 K 线图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是回踩了5日均线值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呢开始震荡上行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。那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是留下了上下影线。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出现这样一个回档的走势呢，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。那股价在冲高之后，目前出现这样一个回档的走势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股价的走势是取决于多头。也就是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，或者是出现反弹。那么否则呢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将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。也就是出现这样的走势之后呢，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将会出现一个头部。那目前股价上方是有头高，下方是有底高。那么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冲高回档，跌破5日均线值，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但是这一波如果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那么5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84是一个强支撑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也就是这一波回档，如果是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除了20日均线值384这两个位置都是关键标志位。一旦跌破这两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很容易去这个测试前低。那也就是要瓦解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。所以说我们说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下方的支撑还是蛮多的。所以说我们说在出现头部然后再次出现回档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有利于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继续向上的。好，那么出现了这样的回档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近1-2个交易日的关键标志位，就是5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416，还有它的最高449这两个位置。那股价在日后如果是跌破了416，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我们认为将会测试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回踩20日均线值再向上，或者说是继续下行。那么上方呢，
如果是能够站上449呢，股价将会有继续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走势。所以在本周最后2个交易日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好，那么我们单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将会有继续回档的走势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5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447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455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是股价要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438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5月12日收盘价是在433.45，股价是出现了回档。那么我们预测的回档与实际发生的回档呢，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呢，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都是低开盘，然后上方最高是在447附近是遇到了压力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回档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5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64，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首先股价要跌破416这个关键标志位，然后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然后是20日均线值，现在是在400关口附近。那么这个位置被跌破，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位就是384，也就是股价跌破了这3个位置之后，才有可能会去测试364。好，那364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这一波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，那继续向下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37，然后接下来是第3个目标325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目标仍然是452。我们在前几期视讯当中提到过，股价这一波上涨到452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标志位，如果能够突破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压而不能突破，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12日，这是出现的第一根回档的 K 线。那么股价要想到达第一个目标452，首先要突破449这个关键标志位。好，这是在到达第一个目标的唯一的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。我们再来看，在5月13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445，那么在5月12日盘中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5月13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434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，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攻的 K 线，也就是跌破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434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4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最后一次加仓就是在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445。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呢是在395。好，那么到了
5月12日收盘价在433.45，股价出现了回档，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5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停利的位置，我们继续守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的范围是从429到432之间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时段收盘后，如果跌破了429，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那么止损位呢，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是在397到400关口附近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呢，当然随着走势呢，这个日后的走势呢，20日均线值会被继续上移，所以这个多头仓位呢，由于我们的仓位越来越大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的止损位不会放在之前的更低的位置，因为这样一来呢，这样的亏损是相当的严重的。那么仓位越来越大，我们的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更丰厚的利润，然后呢止损，我们的原则是不亏损。对，所以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其实目前这个仓位守20日均线值，基本是不会亏损的。好，那么日后的止损位我们守20日均线值，在5月13日20日均线值是在397到400关口附近。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很明显要守的位置就是449这个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，首先现在是416，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同时也跌破5日均线值，才可以促使股价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所以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。然后空头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在400关口附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448到452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我们取缺口的中线47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498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429到432之间，第二个支撑是416，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410到411之间，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397到400之间，第五个支撑我们取38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5月13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股价的开盘和在盘中的走势。我们先来说回档，如果是继续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40。对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419，也就是会出现新低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26附近。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回档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在盘中呢会继续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。那么出现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40的。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3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4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41附近。
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32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